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聽 Chinese Listening 101，我是小晴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力，你的外國好朋友。阿力，我問你哦，你來台灣這麼久，有沒有遇過什麼讓你覺得很瘋狂的天氣？夏天真的很熱，每天都像待在烤箱裡面一樣。不過最誇張、最瘋狂的，絕對是颱風，風又大，雨又猛。真的？那你第一次遇到颱風是什麼感覺？哇，第一次遇到颱風，我真的嚇歪了。窗外風呼呼的吹，呼呼的聲音把我嚇醒，感覺房子都要飛走了。是啊，台灣的夏天、秋天常常有颱風，這是我們獨特的氣候特色。阿力，你還記得你第一次碰上颱風那天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嗎？有啊，我記得颱風要來的前一天晚上，差不多8點左右，發生了一件超級奇怪的事。什麼奇怪事？難道你家漏水了嗎？不是漏水啦，我發現我的台灣朋友突然都變得很安靜，大家一言不發，只是死死地盯着手機，好像在等什麼很重要的消息。你知道為什麼嗎？因為快8點了嘛，大家都在等政府宣布明天到底要不要放假。宣布是什麼意思啊？宣布就是把重要訊息公開告訴大家，例如台灣政府每次颱風來臨時，會在晚上大約8點左右正式宣布明天是否停班停課。這可是全台灣人最緊張的時刻哦，簡直就像命運的審判。原來如此，那天8點一到，我的朋友突然拿起手機大叫一聲，嚇我一跳。他開心地跟我說：“明天停班停課耶！”停班停課就是停止上班、停止上課，大家都不用去公司或學校。對，那時候我還不懂，就用手機翻譯來看，結果發現放假居然跟春節放假一樣，我以為那是大家可以出去玩的日子呢。就想着要不要去唱歌，或者去電影院看場電影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你瘋了嗎？那可是颱風天耶！怎麼了？放假不能出去玩嗎？當然不行，颱風天外面風雨超級大，非常危險。如果你在路上，招牌可能會被吹下來，路樹也可能會被吹倒，真的很恐怖。政府公告停班停課的目的是保護大家安全，要大家乖乖待在家裡，絕對不是讓你出去玩的。沒錯，結果我的朋友在電話裡一直罵我，說我根本不要命了。你朋友很懂哦，真的，颱風天不能亂跑。那後來呢？你後來沒有出門，在家做什麼？不提了。我肚子超餓，本來想去超市買點零食。哦，颱風天去超市可是一場可怕的大戰啊！真的，超級誇張。我一走進去，裡面滿滿都是人，大家推着推車，擠在走道上，仿佛世界末日要來了一樣。對啊，台灣人有個習慣，只要聽到颱風要來，就會立刻衝到超市掃貨。我本來只想買一包餅乾，結果架子上的泡麵全部都被搶光了，連一根青菜都沒有。因為大家怕颱風天出不了門，或是停水停電，所以大量囤食物。泡麵最方便啦，只要有熱水就能吃。但青菜賣得太快，根本來不及補。可是連麵包也都被搶光了，我最後只買到一罐紅色包裝的很奇怪的罐頭。誒，等一下，你說紅色罐頭，上面是不是還畫着一條魚，對吧？沒錯，你怎麼知道？那個罐頭看起來很舊，我根本不知道裡面是什麼魚。哎呦，那
那可是颱風天的神級美食，叫做茄汁青魚罐頭。番茄汁就是番茄醬，青魚是一種常見的海魚罐頭。可是我拿到那罐也不知道怎麼煮啊，我以為只要打開就能直接吃，就像吃鮪魚罐頭那樣。錯，台灣人有一招絕活，我們會煮一鍋熱騰騰的湯麵，然後把整罐茄汁青魚倒進去熬成湯底。什麼？把冰冰的魚連帶番茄醬倒進熱湯麵裡？那根本是暗黑料理吧？嘿嘿嘿，暗黑料理就是看起來可怕、味道未知的料理啊！我懂你的感覺，但相信我，那個湯頭加上番茄的酸甜，還有魚肉的鮮味，真的是超級好吃。其實我回家後剛好有一些麵條，照着網絡上的做法，也自己試煮了一鍋。結果呢？好吃嗎？我只能說驚為天人，真的太美味了，我連湯都喝到一滴不剩。這道颱風天專屬的暗黑料理，我給它100分。嘿嘿，我就說吧，這可是台灣人從小吃到大的共同記憶呢。說真的，颱風天大家除了搶食物、買罐頭，你還有沒有看到台灣人做什麼奇怪的準備？有，我看到鄰居正在做一種神秘的儀式。什麼神秘儀式？什麼東西？他拿了一卷很寬的膠帶，在家裡大面積的玻璃窗上貼了一個超大的叉子。貼膠帶，那可不算什麼神秘儀式啊。那是要做什麼？為了美觀嗎？還是怕有鬼跑進來？當然不是，這樣貼膠帶是為了加強窗戶。如果颱風真的把玻璃吹壞，貼了膠帶的地方可以減少玻璃碎片飛得到處亂飛。可是貼膠帶真的有用嗎？實際上，官方實驗顯示，貼膠帶並不能真正提高窗戶抗風能力。不過，萬一玻璃破掉，膠帶可以粘住碎片，讓情況沒那麼危險。當然，更好的方法是用堅固的門窗。哇，台灣人這麼聰明，小小一條膠帶還真的有作用。下次我也買膠帶來貼。我以前小時候也喜歡幫忙貼膠帶，但貼太多的話，窗戶會變得很醜。而且颱風過後撕膠帶真的超累人的。我跟你說啊，雖然我們貼了膠帶，可是那天晚上的風雨真的超猛，突然啪的一聲，整個房間瞬間變得又黑又安靜，什麼都看不見了。哎呦，那就是停電了。颱風天風太大，把電線吹斷了，就會停電。可是我覺得停電超棒的。停電哪裡棒了？大家都被嚇傻了。因為太黑，我就點了很多蠟燭，坐在窗邊聽雨聲，一邊吃我的番茄魚麵，一邊喝一點紅酒，感覺就像在浪漫的法國餐廳一樣，超級放鬆。浪漫什麼啊你？你根本不懂台灣夏天停電的痛苦。怎麼了？蠟燭燒到你頭髮了嗎？不是頭髮，是熱度。夏天颱風來，如果停電，家裡就沒冷氣吹，窗戶又不能開，整個房間就像大蒸籠一樣。哇，那一定很熱。不只是熱，我全身都狂冒汗，還得拿着扇子幫我2個女兒扇風。剛開始他們覺得點蠟燭很好玩，後來太熱了，就開始吵鬧，一直哭一直喊呢。聽起來真的像活地獄。更慘的是，冰箱也停電了，我超怕那些好不容易搶回來的冷凍水餃全壞掉，真是完全沒有辦法浪漫了。辛苦你了，小晴。看來停電對媽媽來說真的是一場噩夢啊。那後來電來了，你們就做什麼呢？電來了以後，
我們當然是先打開電視看新聞。看新聞，看天氣預報嗎？不止啊，台灣的颱風新聞非常特別，記者常常穿着雨衣，跑到風雨最猛烈的地方直播。什麼？他們跑到外面去採訪，那不是很危險嗎？對呀，超危險！記者被大風吹得站都站不穩，有的雨傘被吹翻，仍要拿着麥克風對着鏡頭報道。哇，台灣的記者真的很拼命哎！難怪颱風天新聞看起來像動作片一樣精彩。沒錯，我們全家人會一邊吃泡麵，一邊看着記者報哪裡淹水，哪裡樹倒。聽起來好溫馨啊！全家人一起待在安全的家裡，吃着熱熱騰騰的食物，看着電視放鬆，真有一種團圓的感覺。溫馨，放鬆。阿麗，你根本不懂2個女兒待在家裡會有多可怕。他們不乖嗎？他們精力超級旺盛，颱風天不能出去跑，就一直吵着要玩撲克牌，要玩遊戲機。玩撲克牌也不錯啊，打發時間嘛。哪有那麼簡單？2個小孩的功課都還沒寫完，我還要一邊準備3餐，一邊盯着他們寫功課。哇，聽起來你比上班還忙哎。對呀，很多媽媽都說，寧願去公司上班，也不要放颱風假，根本就是地獄加班日。要是還遇到停電，那媽媽真的要崩潰了。媽媽真的很偉大。下次颱風天，我去幫你陪他們玩撲克牌，我還可以煮我的暗黑料理給他們吃。太好了，煮麵、教英文，還有陪玩，都交給你啦。沒問題，包在我身上。不過說真的，雖然颱風天讓媽媽很崩潰，有時會停電，但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待在一起，就是最幸福的事了。真的，台灣的颱風雖然很瘋狂，但也讓我看到很多台灣人特別的生活方式。沒錯，像是晚上8點等政府宣布，超市搶購買罐頭，煮暗黑料理，貼窗戶膠帶，看風雨中的記者報道，還有崩潰的媽媽，這些都是台灣特有的颱風文化哦。我以後只要聽到颱風要來，一定乖乖待在家裡，哪裡都不去。很好，這才是最聰明的做法。好啦，聊了這麼多，接下來是我們的跟讀時間。沒錯，讓我們先來複習今天學到的5個實用單字和生活例句。第一個單字是停止上班和上課，請跟我念一次：停班停課。停班停課。我們來練習句子。因為颱風，明天停班停課。因為颱風，明天停班停課。第二個單字是政府大聲把事情告訴大家，請跟我念一次：宣布。宣布。我們來練習句子。電視台宣布颱風要來了。電視台宣布颱風要來了。第三個單字是超市裡裝在鐵罐裡面的食物，請跟我念一次：罐頭。罐頭。我們來練習句子。颱風天，我買了很多罐頭。颱風天，我買了很多罐頭。第四個單字是風雨把電線吹斷了，沒有電可以使用，請跟我念一次：停電。停電。我們來練習句子。昨天晚上突然停電了。昨天晚上突然停電了。第5個單字是加了熱水就可以立刻吃的麵，請跟我念一次：泡麵。泡麵。我們來練習句子。肚子好餓，
我想吃一碗泡麵。肚子好餓，我想吃一碗泡麵。大家都學會了嗎？下次遇到颱風，就可以用這些單字，還有暗黑料理，跟台灣朋友聊天哦。節目到這裡要告一段落嘍。喜歡今天的節目嗎？別忘了幫我們按讚、訂閱，並分享給正在學中文的朋友哦。有任何問題也歡迎留言。See you next time.